世界上第一次无人机空战，它来了。最近顿巴斯的上空很有意思，出现了无人机空战的场景。当时乌俄双方的侦察无人机狭路相逢，俄机向乌机发起了空战挑战，结果自己掉了下去，算是世界上第一次无人机空战。只是这作战方式有点原始，动能碰撞，直接梦回一战。无人机的空中作战又回到了开手枪、撒渔网、螺旋桨切割，实在不行就对撞的年代。跟火力军想的无人机空战完全不同，那为什么顿巴斯上空的无人机空战会那么原始？无人机空战会不会成为战场主流？严格来看，这次双方的对拼并不能说是空战，甚至连空中格斗都算不上，看上去还有点 low。双方打架用的还是那种碰撞和旋翼切割的方法。俄军无人机打算用桨叶来对乌军的无人机进行切割，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？是的，巴伦支海手术刀事件。苏27在与挪威的 P38B 巡逻机的交锋中，直接用垂直尾翼把 P38B 巡逻机的发动机舱切开了。这次的空战也被大家称为无人机版的顿巴斯手术刀，只是结果不怎么样，毕竟桨叶比较脆弱。俄军的无人机在撞击乌军无人机体后就发生了断裂，然后掉了下去。这个空战的作战方式就俩字儿：莽撞。你撞我，我撞你，看谁先没。说实话，这跟火力军想的不太一样。明明是现代化战争，偏偏有一战的感觉。原因也很好解释，因为双方都只能算是侦察型无人机，没有带武器的那种，作用就是和装甲兵结合，利用无人机的战场侦察能力弥补战场信息的盲区，提升装甲部队的感知能力。没武器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动能碰撞。不过很明显，俄军的无人机操作者有点想不开，拿桨叶撞机体，摆明了送死。虽然这次无人机空战的作战方式有点原始，但很有意义。这是乌俄开战之后首次出现的无人机空战，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无人机空战。未来一段时间，无人机的空战将会成为常态化，甚至说作战的模式也更先进。像这种小型的便携式无人机，其实大概就只能分为两种。侦察型，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型号，还有就是察打一体型，也叫自杀式无人机。其中侦察机的攻击方式只有一个，碰撞，所以重点还是自带战斗部的自杀式无人机。自杀式无人机一般都是以小博大，用超小型的无人飞行器来攻击敌方高价值目标、设施甚至人员，不需要复杂的探测、瞄准等保障设备。无人机体积小，重量轻，对起飞重量、航程和留空时间等飞行指标相对较低。就比如无人机的受控距离只有10公里，但对于当前步兵班2公里内的交火距离而言已经足够。加上自身携带目标特征识别设备，在完成目标属性确认后，直接发动撞击，起到摧毁相关目标的效果。在现代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非常好用，就比如最常说的弹簧刀无人机，它就可以进行精确打击，将彩色视频实时传输至地面控制系统，然后接收指令并自主锁定目标，实施自毁式精确打击，同时最大限度减少附带损害，甚至说还能自我判断。弹簧刀无人机可以在事先将运动轨迹的 GPS 数据导入其操作系统，使得其飞抵目标时能够自主爆炸，不需要等士兵的开火命令。如果士兵想在引爆前放弃攻击目标，可以主动干涉停止引爆。一般情况下，小型4轴无人机的性能已经可以满足军队在侦察、炮兵校射时的要求，甚至某些稍大型的无人机还能挂载小型炸弹直接攻击敌人。便宜的价格甚至可以让使用者把它们当作像普通炮弹那样的消耗品，一次性使用。至于小型无人机的空战，火力军觉得只有2个选择：协同作战以及以大带小。就比如美国的传感器射手一体化系统，该系统由美洲狮无人机、弹簧刀无人机及增益天线等部分组成。在接收到美洲狮小型无人机所传送的坐标位置后，弹簧刀无人机就可以确定发射装置飞向预定方位，并在靠近超视距目标并人为确认的条件下对威胁目标进行攻击。以大带小也就是空中母舰的概念，大型的无人机在机场起飞，到达指定地点后再释放 N 个小型无人机。不过无人机想要成为战场的主力，现在还没办法。在侦察监视为主、打击为辅的反恐战场上，
一架无人机就能控制很大的战场，对机动性没有要求，通信控制瓶颈也不是问题。正规军的火力和机动能力不是恐怖分子能比的。遇到恐怖分子大批出动时，迅速发动常规的空中打击和远程炮火打击更加有力可靠，而不需要顾虑对方的野战防空和反炮兵火力，也不需要无人机打主力。不过飞得高看得远的无人机就跟制高点上的机枪火力点一样，敌人的防空火力看的是一清二楚，恐怖分子不足为虑，但面对正规军的自行高炮、防空导弹就抓瞎了。肩射防空导弹射高可能不够，但野战防空导弹打中空低速、低机动、低隐身的无人机并不难。所以现在战场上的无人机能够活动，基本上都是敌方的防空火力一般，或者说己方已经完全获得制空权。除了使用限制，无人机现在无法成为战场主力，还有其本身的问题。因为这种小型的无人机个头小，追求量多，在性能上无法做到兼顾，比如制空时间和战斗部威力只能2选1。弹簧刀无人机机身内置的电池却不能随意调整容量，所以制空时间只有15分钟，而其战斗部也只能有 0.32 公斤，威力仅相当于40毫米榴弹。对没有任何装甲防护的软目标才能有杀伤效果，并且环境适应性差。无人机小小的个头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不行，其气动布局和推进方式的动力裕度并不充沛，逆风飞行电力消耗明显增加，飞行速度和稳定性受到很大影响。而大风天气下几乎无法正常飞行，并且高电磁对抗能力不足。比如弹簧刀无人机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时大显身手，但是在面对具有完整军事体系和电磁对抗能力的军队时，这种小型的无人机能不能发挥作用就不好说了。总的来说，无人机技术确实会改变目前的空战模式，但对于目前的无人机空战仍然存在一些限制。无人机的无人只是相对于有人驾驶航空器说的，无人机发展到现在也需要操作者全程进行控制。哪怕是 XQ-58A 这种强调自主化的中程僚机，本质上也不过是将操作者的席位从地面搬到了战斗机驾驶舱里，自主的发现目标、攻击目标都很难实战化。虽然现在的人工智能和模式识别有很高的精确度，但并不是很准确，在战场上没法用。比如把打印的涂鸦贴在路牌上，会导致 AI 自动驾驶系统将限速标识识别为禁行，松鼠会被误认为是海狮，蜻蜓被误认为是井盖，给无人机自主杀人的权限也是智能 AI 迈不过去的一道坎。并且还有2个不得不说的问题，一是老生常谈的信息传输问题，即便有再多通信中继手段补偿信号，以电磁波形式出现的无人机遥控信号肯定会出现延迟，并且会随着无人机与操作者的距离而加大。更致命的是，一旦在作战中出现通信中继平台遭到摧毁的局面，遥控信号强度会变弱甚至中断，就会导致无人机失去控制，成为敌方对空火力的活靶子。第二是对于操作者来说，操控无人机与直接驾驶飞机在空中飞行所产生的体验完全不同，很可能会出现因操作者难以融入作战环境，出现人机不协调的情况，导致无人机作战能力低下，甚至会因为错过重要的情报导致任务失败。这2个问题如果不解决，无人机空战仍然难以成为空中对抗的主要模式。也就是说，想要看到更精彩的无人机空战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，比如机体飞行性能受限、信息传输延迟、控制方式缺陷、武器种类单一，这些问题就直接限制了无人机参与空战的可能。注意，空战归空战，作用归作用，不能作为空战主力并不代表着没用。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作用，火力军不否认。在无人机空战暂时无法达到的情况下，就需要反无人机系统出现了。无人机空战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反无人机手段。在火力军看来，反无人机只有2种，也就是干扰和击毁。最常见的干扰也就是通信干扰。通信链路是无人机系统操纵的主要途径，也是无人机的薄弱环节。因此，无人机系统对电磁波干扰非常敏感。一旦收到电子干扰，就会导致产生错误的控制指令，致使其无法执行任务，甚至可能失控坠机。所以通过无人机对敌方无人机进行电子干扰，就可以阻断敌方无人机与卫星的连接，无人机就无法定位或偏离航道，也可以中断敌方无人机与后方的通信链路，
使敌方无人机失控漂移甚至坠毁。至于击毁，也就是防空导弹和高射炮之类的防空系统，直接火力覆盖或者精准打击，或者是无人机空战，双方你死我活。在反无人机这方面，俄罗斯和美国都有研究，比如俄军无人机将编织网悬挂在机体下方，与已被俄军侦测到的敌方无人机相向而行，用编织网在空中截停并捕捉敌方无人机，从而达到拦截效果。该系统成本低廉，组装难度低，跟一战时期的空战差不多。而美国则有几种烟雾遮蔽武器，比如 M56 胶囊发烟器、M58 野狼烟雾遮蔽系统、M157 山猫烟雾遮蔽系统和 M157 发烟器，能生成蒸汽状石油蒸馏剂，从而产生稳定的石油烟云，能遮蔽敌方无人机电磁跟踪和瞄准系统，并使其工作在近中远红外波段的传感器失效。当然还有其他的，这里就不一一赘述，毕竟挺多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北约现在正打算为乌克兰提供反无人机系统，具体支援什么系统，是干扰还是击毁，暂时不知道。但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俄军唯一的机会就是北约防空系统抵达乌克兰之前的这段空窗期。一旦北约的东西到齐，乌军前线突击，后方防空完善，普京真就没一点机会了。这都是题外话，我们言归正传。现在的无人机确实已经很成熟了，但是无人机空战还只是刚起步，无论是优势还是其不足都没有完全体现，更谈不上成为空中对抗的主要手段。不过按照现在无人机的发展势头，以及其在现代作战体系当中的分量来看，无人机空战未来肯定会成为一种新的作战模式，或许还可以搭配机械狗进行无人化协同作战，让只存在于游戏中的作战模式变成现实，就跟这次无人机空战的结果差不多。在当前的乌俄战场上，占据优势的是乌军的无人机，因为乌克兰有星链，它能协助前线的侦察无人机操作员瞄准俄罗斯关键装备。按照马斯克的说法，当前乌克兰有 2.5 万个星链终端在运行，而卫星通信可以极大地增加遥控距离，美军 MQ9 无人机可以从国内基地直接遥控。不过卫星通信有上行和下行信号的本质滞后，最少 0.2 秒，所以只可能用于监视和偷袭任务，不可能用于激烈的作战控制。这还是单机的情况，要是在同一空域有7、8架飞机甚至几十架无人机在同时行动，各自需要专用的通信信道，俄军有没有这个优势不好说，但是乌克兰一定有，而且还是世界先进。在之后的乌俄战场，无人机空战的场景或许会很常见，而乌克兰的结果大概率还是赢多输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未来无人机空战会是什么场景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